自1903年人类拥有了翅膀后，天空就不再是极限。然而，仅仅只过去了10年，人类就将战火燃向了天空。当法国飞行员约瑟夫·弗朗茨扣下扳机的那一刻起，这片天空就注定无法宁静。自此，无数飞行员驾驶着脆弱而又致命的双翼，在云端相遇、分离又坠落。他们无所畏惧，在这里书写下自己的传奇。但不管后来者有多么光辉，有一个名字都将永远铭刻在这片曾被硝烟浸染的苍穹之中。这不仅仅是因为战绩，更是因为他对这片天空的理解，而他就是红男爵里希特霍芬。1892年5月2日，曼弗雷德·阿尔布雷希特·冯·里希特霍芬出生在德国克莱恩堡。他的家族是没落的旧普鲁士贵族，世袭的男爵头衔虽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权利或封地，但却给他留下了一套如军人般深植于骨子里的观念。在具有强烈军事传统的家族影响下，里希特霍芬11岁就进入霍尔施泰特的少年军校，接受正规军事训练。和日后的很多王牌飞行员一样，里希特霍芬并不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，但却是最符合军校期待的那一类人。他擅长运动，尤其擅长马术。在军校时期，他就展现出对速度、距离和时机的敏感，这也为他后来进入骑兵部队埋下了伏笔。1911年4月，里希特霍芬受训完毕，作为一名骑兵军官，加入了第1枪骑兵团。但相比较于波兰人，德国人显然更早意识到了宝马不能骑这个道理。随着有刺铁丝网的普及，战争开始在堑壕之中展开，而机枪的大规模应用也使骑兵的集群冲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因此，里希特霍芬的持矛骑兵团遭到了解散，他不得已被调往后方，而这对于一个前线军官来说，几乎等同于被遗忘。但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兵种正在迅速崛起。随着航空技术的日渐发展，飞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。德国空军急需招募大量年轻、有军事训练背景的军官成为飞行员。恰好后勤部的工作也让里希特霍芬抓耳挠腮，他不愿意就这样混过战争。因此，当他得知空军部在招人时，他立刻就给柏林方面写信，表示自己愿意在新兴的航空领域挑战自我。在他看来，驾驶那些翱翔在天空中的飞机，就如同驯服他胯下的烈马一样刺激。于是，在1915年，里希特霍芬如愿以偿加入德国空军。在第1次世界大战前期，飞机的主要作用是侦察敌军阵地、传递情报。由于早期的飞机没有配备机载武器，因此双方飞行员在空中鲜有冲突，最多就是互竖中指表达问候。而里希特霍芬最早就是作为后座观察员乘机升空。但随着战争局势的加剧，不断开始有飞行员在空中使用配枪激情互射。1914年10月5日，法国飞行员约瑟夫·弗朗茨和搭档手持机枪击落了一架德军飞机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确切记录的空中击落。在这之后，同样还是一名法国飞行员罗兰·加洛斯使用机载机枪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空战胜利。自此，飞机正式从辅助工具演变成战争机器，王牌飞行员也如雨后春笋般陆续诞生。但在里希特霍芬横空出世之前，这片天空一直被另一个人所统治着。这个人就是号称空中战术之父，拥有40个击落战绩的奥斯瓦尔德·波尔克。他创建了德国空军历史上第1支战斗机中队，而冷静机敏的里希特霍芬很快就进入了波尔克的视野，哪怕他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观察手。1915年10月10日，里希特霍芬在朋友乔格·祖莫尔中尉的帮助下，开始正式接触飞行。在累计完成了24个小时的飞行训练之后，里希特霍芬被放了单飞。但不管是什么时候，对任何人来说，这点飞行时长都是不够的。这基本上和2战期间神风队员的训练时长处于同一标准。而事实也不出所料，里希特霍芬在降落时把飞机摔了个稀烂，这也足以证明神风队员训练时长的严谨，因为他们不需要降落。首次飞行的摔机让里希特霍芬意识到，飞行并不仅仅只需要勇气，这是一门严谨的艺术。但身为前骑兵军官的里希特霍芬却对空战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，
在他看来，飞行员和骑兵一样，都需要观察位置，判断攻击时机，发起攻击后无论结果立刻脱离，避免无谓的消耗。这让他极度谨慎，基本不会为了功劳去冒险。他的攻击标准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是否具备压倒性的优势。直到1916年9月，里希特霍芬才来到前线，正式加入了波尔克的第2战斗机中队。半个月后，他就取得了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的第1个战果，但紧随而来的就是一场悲剧。里希特霍芬的导师波尔克在10月的一次近距离缠斗中与友机相撞，不幸牺牲。这是一次典型的战术失误，而这也让里希特霍芬在之后的日子里格外谨慎，也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。在他看来，飞行员的目标是为了击落对手的飞机，而不是置对手于死地。他绝不会射击正在坠落的飞机，他坚信战争是可以有礼节的去进行的。11月23日，里希特霍芬击落了英国王牌兰诺霍克上校，总击落数来到了11架。到1917年1月，他的击落数上涨到16架，是除了博尔克之外击落数最多的德军王牌。同时，他一贯秉持的空中骑士精神也使他饱受赞誉。他被授予了当时德国的最高荣誉蓝马克思勋章，并担任了第11战斗机中队的队长。从这时开始，里希特霍芬开始将自己的飞机涂装成鲜红色。由于一战时飞机的飞行高度普遍不高，因此他认为这样可以便于友军识别，规避误伤。另一方面，他也希望凭此震慑对手，让敌人知难而退。而里希特霍芬红男爵的称号也正是来源于此。提起红男爵，人们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那架血红色的福克3E战斗机，这是福克公司在一战期间制造的一款主力机型，机动十分灵活，善于进行空中缠斗。但虽然这款飞机几乎已经成了红男爵的代名词，但它的大多数战绩其实是在信天翁双翼战斗机上所取得的。1917年1月24日，里希特霍芬的信天翁在飞行途中下部机翼折断，这是这款飞机的常见问题。4月8日，中队队员在飞行时再次遭遇了该问题，这让里希特霍芬大为恼火，他无法接受飞机设计缺陷所带来的伤亡。也许是博尔克的意外给他留下了阴影，因此他写了一份言辞激烈的信件寄往柏林，并引起了飞机设计师的重视，也就有了后来的福克3E机。红男爵在天空中的统治力无疑是巨大的。1917年4月被英国人称为血腥4月，因为皇家空军在这个月损失了900余名飞行人员，而里希特霍芬则击落了21架敌机，单日最高击落4架。他的战绩一路激增，直到1917年7月，事情迎来了转折。面对道格拉斯·康奈尔上尉和阿尔伯特·伍德布里基少尉的双人夹击，里希特霍芬双拳难敌4手，被2人击落。虽然他最终平稳迫降，但他的头部却严重受伤，这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。在康复归队后，里希特霍芬还经常在飞行中呕吐、头痛，他的性格也似乎大有转变。和很多英雄人物一样，考虑到红男爵的精神价值，德国当局曾多次有意地对他进行保护，劝说他退出前线。但传奇之所以成为传奇，就是因为他那永不屈服的态度和永不服输的精神。里希特霍芬认为支援地面部队是他的职责，他坚持要求留在前线继续作战，直到1918年4月21日。命运终究不会被任何人所掌控。这一天，索姆河上空的阳光笼罩着硝烟弥漫的战场，里希特霍芬像往常一样驾驶着他那标志性的红色飞机追逐着猎物，他的眼睛锁定在前方，手指扣动扳机，冷静而专注。面前的加拿大籍飞行员威尔弗里德梅技术生疏，飞行得摇摇晃晃，这在常理上是里希特霍芬应当轻松解决的目标。然而空中的变数永远无法预料，随着深入敌方领空，越来越多的枪口开始对准里希特霍芬，终于红男爵被击中了。他的飞机开始摇摇晃晃地下降，最终降落在了澳大利亚军队控制的区域。尽管被击中，但红男爵的飞机依然保存完好。当澳军士兵赶到时，里希特霍芬还一息尚存。根据部分澳军医护人员的回忆，在坠机后的短暂意识清醒中，里希特霍芬似乎低声说出了一个词 kaputt， 这个词在德语中原意是损坏、完蛋。但我觉得在当时那样的语境下，里希特霍芬也许是想说一切都到此结束了。
事后根据法医的诊断，导致里希特霍芬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一颗点303口径的子弹，他从红男爵的右后方射出，击中了他的右腹部，最终紧贴着他的心脏而出。但问题是，究竟是谁打出了这颗结果红男爵的子弹呢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英国部队所使用武器的子弹都是点303口径，因此无法准确定位到具体的武器和部队。英国皇家空军将击落里希特霍芬的战绩归到了飞行员阿瑟·布朗名下。在红男爵追击威尔弗里德时，他确实在后方尾随并射击，但由于当时阿瑟·布朗是从高空俯冲而下，对追击威尔弗里德的红男爵发起攻击，因此如果是他命中了里希特霍芬，那么子弹路径应该是从上而下贯穿身体，但事实却恰好相反。由此推测，命中里希特霍芬的子弹很有可能是从地面射出的。而很多专家认为，这很有可能是澳洲第24连的塞德里克·波普金中士所为。当红男爵驾机低空掠过时，波普金曾2次用机枪对其射击并命中，因此有很大概率是波普金真正击落了红男爵。但不管怎样，曾经叱咤风云的红男爵再也不能翱翔了。1918年4月22日，英军为里希特霍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6名协约国上尉监抬红男爵的棺椁，在一名神职人员的引导下，将棺椁缓缓放进墓穴。仪仗队在一旁鸣枪致敬。协约国飞行员在空中拍下了布满鲜花的墓地照片，和讣告一同洒向德军阵地。人们无法相信红男爵的陨落，德军中甚至有人计划不惜代价夺回红男爵的遗体。直到一战后，红男爵的遗体才从战区运回国内，人们这才相信红男爵里希特霍芬真的死在了索姆河的上空，在该死的战争还有几个月就结束的时候牺牲了。他的战绩最终锁定在80将。但如果你只记住了这个数字，那你就完全错过了他。在那个战争开始量产死亡的年代，他没有迷恋冒险，永远只在最有把握的时刻开火。同时，他也不沉溺于胜利，只是恪守自己的职责。他更像是把战争看作一场比赛，而飞行员们是赛场上的运动员，而不是屠夫。交战时，他点到为止，从来不把夺取敌人性命当作自己的目标。里希特霍芬虽然没有制定规则，但他却以身作则，塑造了空战的职业范式。而这种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空战规则的形成，而这正是红男爵里希特霍芬被世人所铭记的地方。也正因如此，当他坠落时，为他抬棺的不只是战友，还有敌人。因为人们都明白，这片天空失去的并不是一个嗜好杀戮的人，而是一个敬畏生命、尊重对手、懂得如何战斗的人。